万万没想到，萌兰还被萌大用尿标记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会萌兰和萌大刚做邻居，萌大看到隔壁熊好白好可爱，然后就用大熊猫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喜欢。他把脚抬高，然后对着隔壁的萌兰就标记了起来。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萌兰显然没反应过来，整个脑袋都被哥哥的尿标记了。可能是哥哥的味道比较大，无法接受的他躺在地上脸嫌弃的打起了滚。而萌大看到自己的战绩后，高高兴兴的离开了。此时我想吟诗一首：赤北洞窝窝头，标亲朋好友。萌兰打滚了一番后，准备开口说国粹时，发现哥哥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过了一会，徐老爷拿着水管给室内的花花草草洒水，萌兰赶紧跑了过去，并委屈巴巴的朝着老爷告状。听完萌兰的哭诉，老爷被逗笑了，然后老爷跟萌兰说：“萌萌儿，你往后面站一站，老爷给你洗一洗就干净了。”萌兰怕洗不干净，并没有走远一点，而是靠着围栏让老爷直接洗。期间为了将脑袋洗干净，萌兰还面对着老爷，让老爷把水开大点。看到奶爸不敢喷自己，他还主动的把脸凑到水花前，看着自己身上越来越干净，味道也越来越淡，萌兰都笑出了声。顺顺为何要把床扔沟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顺顺想要把床搬到秋千上来，秋千那么小，床那么大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然后顺顺就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因为自己太重，使得床失去重心，就这样床不仅翻了过来，还给他脑袋砸了一下，哈哈！这一下把顺公子都砸懵了。想当年，顺公子仅仅因为奶妈而委屈过，差点就哭了，所以顺公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怒火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对床大打出手。他心想着，床你要砸我是吧？看我拿不拿你就完了。他先把旁边挡路的东西弄开，然后要啄床的一脚，就朝着身后移动。就这样，在顺顺的一番操作下，床被他扔到了室内的沟里。这操作咋和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一样呢？喜乐当时扔的是凳子，顺公子扔的是床。您瞅瞅，直到把床扔到沟里后，他都还没平息怒火，转头把枕头也扔了进去。果然被宠着的孩子都很有脾气。奶妈兰姐听闻后，立马过来对着顺顺就是一顿安慰，并告诉他，既然床敢欺负顺顺，明天就把床换了。在兰姐一番安慰后，顺顺心情也瞬间好多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顺顺又在床上摔倒了。虽然床换了，但顺公子还是没逃脱滚下床的悲剧。哈哈，看来顺顺这辈子逃脱不了和床的夙愿了，还是熟悉的动作。这新床还没来得及睡，又被顺顺给扔了。他聪明人，糟了。我是不是起猛了？媚珠摔倒后既然说好疼，看来平日里大梁奶爸经常和媚珠说话，这下真让媚珠成精了。前几天媚珠突然发出一声牛叫，没想到几天过去，已经和大梁奶爸对话的有来有回。昨天媚珠在地上自言自语，大梁奶爸问她找谁，媚珠既然清楚的回答找妈妈。该说不说，媚珠的发音随奶爸，不愧外公带的孩子，发音都有一股粤语风。突然媚珠脚软倒下，下巴都磕到地板了。大梁奶爸问她怎么了，不料媚珠委屈的说了句好疼。这媚珠真是要成精的节奏呀！外公才带了几个月她，要是让外公一直待下去，长大后的媚珠到时候岂不是可以无障碍和游客进行交流？关于大熊猫会说话这件事，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上个月花花在基地时，还会主动叫谭爷爷过来。要说到最会说人话的大熊猫，非初心莫属了。当时游客问他是暮云还是初心，他可以清楚地回答游客自己是初心。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？初心呢？卧槽，萌兰今天真的越狱了，并且差一点就成功了，而她越狱的整个过程也被完整拍摄了下来。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萌兰一上班就干大事了，还是熟悉的配方。为了更好的爬上围墙，萌兰找了一个绿盆当做垫子，就这样萌兰进行了第一次尝试。她选择的这个地方也是最近她提前踩点好的，不知道的朋友不妨看看我最近的视频，视频中我都有解说和介绍。不知道是不是好久没有越狱了，她有
有点紧张的原因。尝试了好久都没有爬上围墙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在他进行第2次尝试时，他成功的爬上了铁门。这次是为了越狱，不是为了拆监控。这个铁门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攀爬处。蒙兰很明白其中的道理，然后下来准备进行第3次尝试。好的，这一次蒙兰终于爬上了围栏，然后很快爬到了围栏的最高处。可惜这顶端有东西护着，蒙兰不好出去。此后很长的时间里，蒙兰都在上面寻找合适的突破点。遗憾的是，自从蒙兰上一次越狱后，北洞不仅加固了围墙，还对围墙进行了加高和防护，目的就是防止蒙兰越狱。蒙兰想要成功，只有够到这上面的铁棚，可是铁棚一点也不好接力。最终蒙兰的越狱动作还是惊动了北洞的饲养员。饲养员先拍下了蒙兰的越狱证据，然后使用37计中的美食计开始引诱蒙兰。在美食计的诱惑下，蒙兰的道心开始出现问题，毕竟这墙太难越过去了。蒙兰在空中纠结了大约20秒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下来。虽然离越狱成功就差1步，可是这一步真的太难了，比起之前越狱时的条件，这次真的难上了几倍之多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顶端增加了一个护栏和铁棚。就这样，蒙兰越狱又失败了。我们差一点就见证了历史。蒙兰下来后便被饲养员收回去关了起来，并进行了教育，而他的作案工具也被奶爸拿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今天同一时间里，蒙大在隔壁疯狂掀井盖。见过花花搓澡吗？这段拍摄于2021年的视频，记录了发姑奶爸给花花搓澡的画面。自从上一次发姑奶爸和福婉分别去了澳门照顾其他大熊猫后，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消息了。得知奶爸要走，当时福婉飞一般的跑向他。发姑奶爸私生活我们不好评价，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奶爸。从蒙兰到福婉，发姑奶爸真的治愈了很多小熊。最近我又看到了一段他多年前给花花搓澡的视频，原来发姑奶爸也带过花花呀。原来他对待每只大熊猫都是那么的耐心。面对着发姑奶爸，花花很乖很听话，好像每只大熊猫被发姑奶爸带时都情绪稳定，他们可能都感受到了发姑奶爸来自骨子里的爱。那时的花花好小只呀，虽然现在也没长干，怪不得谁也美不过小时候的花花，这都是来自饲养员们细心的照顾，让它白的要死。主要当时的花花一点攻击性都没有，而现在没长个却长体重的花花，饲养员也不敢轻易靠近，逐渐成为了挖煤集团成员。哈哈，这时的花花也好调皮呀，还想把脑袋伸进洗过毛巾的桶里呢。在被发姑奶爸带着的这段时间，花花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。后来发姑奶爸被调走，去饲养了其他大熊猫，分别的视频我没找到，估计当时花花也是伤心难过的吧。发姑奶爸这样一个优秀的奶爸，如今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职了。现在只能通过古老视频来怀念一下他带给国宝们的爱。蒙大又在作妖了，框框一顿敲门，新奶妈不知情况，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直接被吓跑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蒙大又来到了熟悉的加餐环节，为了惊动饲养员，他先将门给关上。这么做到目的主要是让门和铁栏碰撞，从而发出剧烈的声音，就像视频中这样。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在哪学的，然后哐哐的敲门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碰撞声。就这样，一位新来的奶妈被吸引了过来，不知情况的她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打开门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啥。结果看到蒙大在不断敲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奶妈被吓坏了，赶紧跑去告诉古爹。稀奇49秒后，古爹气势汹汹地走来了，打开门一看，看到蒙大又在作妖了。毕竟才给他加餐没多久，为了防止蒙大用铁门碰撞，古爹直接就锁门了。哈哈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。而这边的蒙大看到紧锁的门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时间过了几个小时后，门又突然被打开了，然后蒙大又重操旧业，哐哐的敲门。哈哈，为啥蒙大总是敲门呢？食物也吃饱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这是为了拿捏古爹，给古爹找事做。果然古爹又走了过来，3下5除2就把门又锁了。蒙大这孩子真疼人，怕古爹失业，特意给古爹安排了一个关门的事。
这袁润收二狗下班，简单暴力，咬着脚就用力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二狗和花花都没回去，然后袁润就主动承担起了收娃回家的任务。袁润看到花花卡住脑袋出不来，首先就来收花花，他先对着花花一顿安慰，貌似在说花花别怕，干妈来了，然后叫花花往前挪一挪，毕竟作为过来熊，卡头这方面他还是经验十足。挪到一定位置后，给花花屁股一拍，然后叫花花放心把头伸进去，自己会在下面接住它。花花也非常信任干妈，以倒栽葱的方式准备脱困。最终在母女两熊的配合下，花花成功脱困，而且是有惊无险的落地了。然后袁润走在前面，让花花跟着自己回家。花花也很听话，跟随着干妈的脚步，朝着室内走去了。将花花送了回去后，袁润又来收二狗。可怎么画风好像不对？袁润一来，对着二狗就展示武学魅力，貌似在说下班怎么不回家，快点下来。即使亲妈叫自己回家，二狗也无动于衷，这可把袁润气坏了。接着展示武学魅力，看这情况，袁润这是想强行收女儿呀。果不其然，袁润咬住了二狗的脚，然后就是使劲拽，就这样，二狗被袁润从树上拽了下来。哈哈，果然是亲妈呀，下手就是重。二狗下来后，袁润又教育了他一顿。哈哈，看完袁润收花花，再看袁润收二狗，怎么这么大的差距呢？太他妈离谱了！这只大熊猫从室内走了出来，而它前面的楼梯刚好通往游客区。据悉，这只大熊猫叫做乔乔，江湖人称乔老爷。这天因为饲养员没把门关好，它从室内走了出来。当时没觉得有多危险，其实楼梯上来就是游客区，而游客也没意识到危险性。幸好乔老爷走到门口后就没有了其他动作，换做萌兰的话，估计一个助跑，然后一个攀爬就逃之夭夭了。随后，乔老爷的头不小心撞击到了门，乔老爷迟疑了几秒后，就朝门里面走去了。而这一场看似没有危险的危机，以乔老爷自己回家而结束。咱们的饲养员还是要上点心啊！要是出现了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然后我搜索了一下乔老爷最近的视频，发现他特别喜欢找其他大熊猫玩。就在10月份的时候，他还准备通过树丫爬到隔壁之路的院子呢。而当时之路只不过是在树上，同乔老爷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我们的乔老爷就开始了疯狂的行为。好在最后因为树的原因，他没有爬到直路的院子。我在想啊，他这次走出来是不是想找七仔玩呢？没有看到七仔，所以就回去了。熊猫界一哥之争，谁才是顶流男明星呢？第一位林岩，在南花花、北萌兰2分天下的情况下，林岩凭借整活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2024年新晋顶。在林岩到来之前，栾川动物园名不见经传，连河南本地人都很熟悉。林岩到来后，他费尽心思思考，自己要颜值没有颜值，要背景没有背景。在这个玉嘴甜公子少爷大行其道的世界，自己好像一无所长。于是他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，那就是搞笑。他先凭借蹦迪小王子的称号崭露头角，直到今年，他凭借才艺绝活，深得榜一大哥宠，3分钟便让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为他豪刷了3000万。经此神操作，林岩彻底奠定了自己中原霸主的地位。第二位，萌兰。别的熊猫害怕吵闹，远离喧嚣，而三太子直接开启了粉丝见面会。这霸气威武的出场方式，这君临天下的气质，告诉你什么叫做西直门三太子。甚至一度为了零距离接触粉丝，上演一番越狱大戏。就问粉丝们慌不慌？反正发姑奶爸已经慌了，凭借越狱直接成为熊猫界的顶流，直接和花花2分天下。第三位，萌二。会叠被子，会晒凉席，勤劳勇敢，萌二是第一。萌二刚出生时，没有喝过妈妈萌萌一口奶水，就被强行和妈妈分开，不争不抢，乖巧玩耍，没有母乳吃百家饭。萌二的童年经历有说不尽的辛酸，熊叫板没机会学，人叫板却学了个10乘10，睡觉铺被子掰竹子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萌二做不到。萌二也凭借人叫板掰竹子成功出圈。深入了解后，网友也被他的懂事而圈粉。第四位，七仔。究竟是出生掉了墨，还是找理发师染了色？最为全球唯一一只圈养棕色大熊猫，七仔不仅是熊猫家族的显眼包，一脸憨憨样，却有着800个心眼子。深入了解你就知道黄毛不好惹。老丈人阿宝只是随口提了一句台语，想白嫖的七仔直接给老丈人来了个咬耳杀，老丈人耳朵直接变成了小扳手。实在气不过的阿宝将此事告诉了邻居乐儿。
因此七仔在熊猫圈的名声越来越差，大家和他聊天都会保护自己的耳朵。从那以后，七仔变得疑神疑鬼，时刻竖着耳朵，怕别人说他坏话。这4只顶流熊猫性格大不相同，哪一只才是你心目中的一哥呢？退回去了啊！果然是二观察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饲养员喂完食物后，忘记带走了篮筐。下班时间到后，于爱看到没有饲养员来收，顾家的他只好亲自收筐下班。这一幕直接惊呆了现场的游客。盆盆要自己收回去是吧？连筐筐也要自己收吧？游客感慨道：“于爱真的长大了，身为二馆长的他也知道顾家了。爱不愧是我的心上熊，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他了。”饲养员得知消息后，到内场中亲自给爱进行了加餐。果然懂事的孩子，大人都挺喜欢，也挺偏袒。这一幕可把身旁的可可羡慕坏了，他不知道为啥妹妹有东西吃，而自己没有。殊不知这都是妹妹顾家获得的奖励。饲养员也挺大方，爱的身旁全是新鲜食物，导致她半夜了，因为嘴馋还爬起来偷吃，而可可早已经呼呼大睡了。瞧瞧爱这笑容，简直掉进了幸福堆里。就这样，爱一直吃了很久很久，以至于第2天，爱都自己叼着盆盆来上班了。估计她是想打点盆盆来当宵夜了吧。见过花花搓澡吗？这段拍摄于2021年的视频，记录了发姑奶爸给花花搓澡的画面。自从上一次发姑奶爸和福婉分别去了澳门照顾其他大熊猫后，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消息了。得知奶爸要走，当时福婉飞一般的跑向他。发姑奶爸私生活我们不好评价，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奶爸。从萌兰到福婉，发姑奶爸真的治愈了很多小熊。最近我又看到了一段他多年前给花花搓澡的视频，原来发姑奶爸也带过花花呀。原来他对待每只大熊猫都是那么的耐心。面对着发姑奶爸，花花很乖很听话，好像每只大熊猫被发姑奶爸带时都情绪稳定。他们可能都感受到了发姑奶爸来自骨子里的爱。那时的花花好小只呀，虽然现在也没长个，怪不得谁也美不过小时候的花花。这都是来自饲养员们细心的照顾，让它白的要死。主要当时的花花一点攻击性都没有，而现在没长个却长体重的花花，饲养员也不敢轻易靠近，逐渐成为了挖煤集团成员。哈哈，这时的花花也好调皮呀，还想把脑袋伸进洗过毛巾的桶里呢。在被发姑奶爸带着的这段时间，花花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。后来发姑奶爸被调走，去饲养了其他大熊猫，分别的视频我没找到，估计当时花花也是伤心难过的吧。发姑奶爸这样一个优秀的奶爸，如今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职了。现在只能通过古老视频来怀念一下他带给国宝们的爱。前这只自己带围脖把自己变成狼外婆的大熊猫，就是生活在湘西凤凰的福福。大熊猫福福2017年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出生，父亲是大熊猫白羊，母亲是大熊猫叶叶。福福刚出生不久就被四川天府银行终身认养。虽然他是个男熊，但因长相甜美，笑起来非常甜，所以大家又叫他甜福。同时他又走在时尚的最前沿，不是穿裙子就是戴围脖，每天都是惊喜小花活。吊带裙搭配贝雷帽，孩子是懂穿搭的。福福其实和壮壮很像，壮壮喜欢把轮胎套在身上，而福福只要是好看的东西他都喜欢套在身上。这2天湘西气温骤变，生活在湘西的我都穿上了大棉袄，福福也感觉到了寒意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围脖，拿来后赶紧套在头上，一下子就将自己可爱甜美的形象变成了狼外婆的形象。如果我不说她是真正的大熊猫，或许大家会怀疑她是工作人员假扮的吧。除了脖子上套东西，她还会其他穿搭。这天她在自己的院子发现了一块布，在别的大熊猫眼中这块布可能就是垃圾了，但对于走在时尚前沿的福福来说，那可是一件宝贝。他先是费了9牛2虎之力将其扯了下来，然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法将其做成了吊带裙，穿在了自己身上。更神奇的是，裙子穿上后他还要戴上贝雷帽，这造型即使用来走时装秀，凭借独特的设计风格，拿个名次不过分吧。或许他感觉到了有摄影师拍摄，摆完一番造型后，又继续设计下一款造型。福福看似是在乱搞一通，实际上就是在搞破坏。最终裙子被他损坏了，由于损坏的太多，他趴在支架上休息时用来支屁屁了。这么懂得穿搭的大熊猫，估计是熊猫界的一股清流。
当年爱宝教福宝下围栏这段视频，真的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福宝在室内爬围栏玩，爬了一会儿，体力不支的他准备下来。平时都有爷爷和妈妈在，所以他一下就下来了。可是这次他们都不在身边，这可难到了福宝。当时的他还小，脚也短，身体放直也够不到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然后边叫救命边往上爬。听到呼救声的爱宝立马就跑了过来，果然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，并且母爱不分种类。看到福宝吓坏了，爱宝双手展开，保护孩子的同时又安慰他。看到福宝情绪稳定后，爱宝用手扶着他，还鼓励他自己下来，毕竟这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要让孩子自己克服。就这样，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，福宝又继续尝试，而爱宝也很耐心地扶着他。期间福宝还是有点害怕，爱宝则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一旁鼓励。最终福宝因为害怕还是不敢下来，爱宝就咬着他的身体慢慢往下拽。就这样，在爱宝的保护下，福宝最终安全落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。萌兰被亲妈带着时太幸福了，妈妈把她抱在怀里不停亲吻，这一画面真的好温馨。萌兰婴儿时还是萌萌亲自带的她，当时的萌萌母性极强，在她的照顾下，萌兰白得发光。当时只要看到萌萌儿的视频，她不是在被妈妈抱着，就是在被妈妈亲吻的路上。即使妈妈饿了，只要舔舔萌萌儿就饱了。怪不得萌兰的脑袋有点秃，原来是小时候被妈妈舔的呀。萌萌有多稀罕萌兰呢？有一次，奶妈拿食物来换萌兰，萌萌把食物吃到嘴里后，玩那是一点都不想给，她把萌兰抱得死死的，一下都不想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换作是成大的话，只要有吃的玩你随便拿，用完记得还给自己就行。最后奶妈只好拿出加了蜂蜜的盆盆奶，果然大熊猫对盆盆奶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，萌萌闻到蜂蜜的香味后，把萌兰放在了一旁，趁她喝奶之时，萌兰就被偷走了。当萌兰被送来时，萌萌还确认一下孩子有没有被调包。当闻到孩子熟悉的味道后，她直接一把就搂在了怀里，激动的亲吻。当萌兰几个月大时，其他的小熊都是挖美能手，只有萌兰白得要死，主要是因为爱美的萌萌看到孩子身上脏了，就会拉着他去洗澡。反正妈妈带他的那段时间，他无拘无束，每天都没有烦恼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个快乐的小熊。直到和妈妈分开的那一天，他都委屈坏了。至此以后，萌兰开始学会长大。好在遇到了发姑奶爸，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。童谣中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，这真的很有道理。萌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第二天路过这里时，小心翼翼害怕的样子，把我肚子都要笑疼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萌刚上班，看到很多异议的她，激动的跑了起来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摔了一跤。这里替萌萌心疼一秒，爱美的她为了缓解这尴尬的一幕，刚上班就跑了回去。到第二天时，她再次路过这里，奶爸喊她跑起来，她都小心翼翼的，萌，走起来，快点，萌，哈哈。估计是摔怕了，奶爸叫他，他丝毫不理，按着自己的节奏走来。萌萌，走两步吧。昨天我们萌萌就在这边打滑了一下，滑得他上了一下热搜。哈哈，原来摔一跤都上热搜了呀，这让爱美的萌萌咋整呀？这下全网一都知道她摔跤了。随后萌萌就在石头上坐着，吃东西时都一动不敢动。到了下班时，怕她摔倒，奶爸还好心的提醒她注意安全。好心走哈，就上次就这地方把你滑倒的哈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不要那么着急。拜拜。就这样，萌萌安全下班了。可是到了第3天，萌萌在这里又摔倒了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有经验的她还假装在玩水，这一幕把我肚子都要笑疼了。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萌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她当肉垫的。首先是庆小助她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她越狱。萌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，他们不仅对萌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萌兰。如视频中，庆小知道萌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她按摩，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萌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萌兰嘴唇发炎，庆小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萌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
北京。至此，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栋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蒙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栋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，而庆大和庆小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。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蒙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、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蒙兰最忠实的小弟庆小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。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3小只再次同框呀！是小时候福宝最接近死亡的一次。他差点窒息，发出了狗叫声，幸好爷爷及时出现，对他进行了施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福宝学着宋爷爷爬树的动作，成功上了树。然而就在他下树时，突然出现了意外，脑袋直接卡在了树杈中间。因为当时的福宝还小，遇到事就比较慌，头卡住后，慌忙下他就用力往外拉扯，结果越拉扯卡得越严实，期间差点窒息，疼得发出了狗叫声。当时的游客还不知道情况，所以才发出了笑声。宋爷爷一看就不对劲，赶紧从树上下来施救。他扶起福宝的身体，用力的往上举。由于福宝太重又卡得太严实，忙碌了一会儿都还没有成功。可是时间就是生命，宋爷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最后在宋爷爷使出吃奶的劲后，终于把福宝的头给弄了出来。福宝头出来那一刻，他都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而且一脸全是惊恐的表情，看得出这次他真的吓坏了。宋爷爷将他放在地上后，他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。看到福宝的反应后，宋爷爷立马蹲下来，不停地抚摸福宝进行安慰。过了好一会，福宝都还处于惊恐中，然后宋爷爷就抱着福宝回家了，准备带回室内检查一番。后来检查得知，福宝并无大碍，就是吓坏了。然摇人加餐是会传染的。前段时间蒙大搬到了蒙二的隔壁，经常上演摇人加餐。蒙大搬过来第一次上演摇人加餐时，还把隔壁的蒙二吓了一跳，就连黄脸奶爸都吓懵逼了。久而久之，蒙二好像也习惯了哥哥敲门，甚至哥哥摇人加餐的方式也传染到了他身上。这天正在发呆的蒙二突然听到了蒙大敲门加餐，然后他也来到了门边，准备也学哥哥摇人加餐。由于是初学者，摇人的熟练度还不够高，他便通过晃动门锁，以此发出声音来摇人。而哥哥蒙大从最开始的用手敲门，已经升华到了晃动铁门摇人。在摇人加餐这一块，他敢称第2，梅熊敢称第1。而蒙二作为初学者，显得就比较生疏，只是晃动了一下门锁，就不敢继续行动了，然后停止了该行为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蒙二这第一次敲门摇人竟然成功了，不仅被投喂了胡萝卜，饲养员还送来了许多嫩猪。就这样，蒙二第一次尝到了摇人加餐的甜头。从最开始的被哥哥敲门吓到现在自己也加餐成功，我不夸张地说，此后的蒙二将会在摇人加餐上越走越远。不知道隔壁的小白天会不会也会被传染？而蒙兰就更不要说了，不仅会用屁屁敲门，聪明的他还会搓盆盆加餐呢。小美萌，你转过来，我们看一看呗。哎，他过来了，他听懂了。萌萌是我见过最宠粉的大熊猫，游客叫他转头看看，没想到他听懂了，不仅转头，还对游客卖萌。这该死的颜值加上宠粉的动作，我真的要被他圈粉了。为了让游客拍下美美的照，转过头后一动不动。更神奇的是，摆完一个动作后，他又跑去洗澡池洗澡。他仿佛知道游客拍的是自己的脸，特意把脸洗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来到游客面前又摆下一个动作。萌萌呀，你是懂拍摄的。
随后他还在有限的空间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姿势。要不是有这段视频记录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萌萌比两脚兽大明星还宠粉，甚至有些大明星还摆谱，粉丝打个招呼啥的，那是一理不离，故意装作高冷。他们真的应该好好学学萌萌，那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您瞅瞅，为了让粉丝拍下自己不同样子的照片，造型那是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最后实在没动作了，为了让游客的票买得有所值，那是直接表演起了才艺。真的要被他感动哭了，这个近照把我都要馋哭了。还有一次，萌萌看到有好多姨姨来看自己，她高高兴兴地跑过去准备卖萌，结果，哈哈，然后就结结实实摔了一跤。据说当时这一跤还摔上了热搜，同时她自尊心极强，怕姨姨们拍到糗样子的自己，她还赶紧跑回室内了。整理一番容貌后，她这又才出来，只不过这次没带跑的了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。